If you ride for me, then ride to the end. Don't wanna love that's paper thin. So why you always halfway in? Halfway in. You hit me up when the nights get slow.本轮大会由我们偃月宗主持。在升仙大会开始之前，我们会先对各位参赛者进行灵根测试。通过测试的修仙者可以获得7大派入门资格。稍后还有擂台比武，胜利者可以获得各门派。那位长老好生年轻啊！你别打他的主意，他可是结丹期的，咱们高攀不起。实际上，最好连他的眼睛都别直视。 董轩儿，水木双灵根通过。有眼无珠的家伙，也敢抢我的东西！抢夺灵球可以，不可闹出人命。火木双灵根通过，土木双灵根通过，通过，落选，落选，通过。 还轮不到你呢！小师兄，来。风系异灵根通过。异灵根，这届可真是卧虎藏龙啊！水土双灵根通过。 真无聊，这对我简直易如反掌。小子，你是吓破胆了吧？看来你的灵根肯定不怎么样。此人睚眦必报，修仙界怎么竟是这种货色？把球给他吧。水。 土火木4灵根落选。伪灵根也敢来参加升仙大会啊，真不怕丢人。哎呦，真是什么人都有。金木双灵根通过，这位就是今天最后一个通过测试的修仙者。 看来这次没什么看头了。
不是只有炼气期能进吗？不行，不能让他注意到我。进来了，这就是血色禁地吗？一股腐朽的味道。看来，这里就是李长老说的乌龙潭了。此地看似平静，即是暗藏凶险。赶紧找到寒烟草，离开这里。这才进来不到2个时辰，已经出现了这么多死者，这血色禁地当真邪门。看来此人是和刚才那人抢夺灵草，火并了起来，结果2败俱伤，真是可惜啊。他手上这丝线是什么来头？看上去难以察觉，但又坚韧无比。此物不错，我就笑纳了。好像有人在窥视此处。师祖，为何不杀了他？他只有1个人。我压制修为到炼气期，才得以进入禁地。诸多不便，任务要紧，不必横生枝节。是师祖。师祖，是这儿吗？是的，1阶顶级妖兽碧水鳄，上次禁地开启时，本门许多弟子都丧生于此。一会儿我来采药，如果碧水鳄出现，你们就用新近练成的阴阳牵引术合击秘法，全力一击。是，师祖。去哪儿了？就在我们周围。又去哪儿了？师祖，有何不妥？此地有隔绝神识之能，你们务必小心。秘境里的东西是我们此行唯一目标，千万不能有失。是师祖，您对我等有救命之恩，我们必将全力以赴。
地深邃幽暗，浑然不知方向，神识也无法探究，深不见底，只有一条通路。要是在此地被围，逃都逃不出去。不行，还是不能冒险，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是他们，该死！上钩了，是条大鱼。师祖，我们准备的够充分了，黑灵蟒不会突然出现吧？不必惊慌，一切按计划行事。只要按照我们之前说的去做，就没有问题。该死！这女人怎么会来这里？不是只有炼气基地才能进来吗？果然在这里，封锁此地，警戒四周，结阵。是师祖。这是黑灵蟒吗？和图形中不一样啊！去吧，上去！警醒些，他定然藏在暗处。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好啊！你们就都给我待在这儿吧。我听见他的声音了，就在这附近。这是蜕皮。不好，这不是黑灵蟒，是2级妖兽墨蛟。大家退后。是。接下来的东西，不要留力。在那儿。不好，撑不住了。入口怎么关上了？刚才还开着呢。是谁触发了机关？
再不出来，你也逃出去了。你倒是好手段，怎么躲了那么久不出来？我怕你杀人夺宝。年纪轻轻的，心思这么重，就不怕以后交不到朋友啊？我若心思少点，这一路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哪还有什么以后？这石柱压制不了他多久。你还有什么别的招数？快使出来吧！我的灵力快耗尽了。我的确是还有一件符宝。符宝？看来你的秘密还不少，那还等什么？来了，出去跑！我需要时间催动符宝，你得帮我拖住他。我尽力而为，你先把他引开。你准备好了吗？你看我像准备好的样子吗？这么快你来啊！现在知道被人隔岸观火的滋味了。你畜生！下来！给我待着别动！金刚砖，最后的手段，只能试试了。这灵力迅速被吸走了。快点！镇定出力量惊人，我快控制不住了。我已经很快了。你再快一点！不好，怎么停住了？力后一点。好了。击中了吗？不愧是符宝，物有所值了。我已经收了这孽畜的元神，剩下的都归你了。这墨胶外皮坚硬无比，应该是优质的制甲材料。那在下就去之不恭了。二级妖兽身上的宝贝可多了，除了皮可以制作防具，脚和爪也可以炼制法器，而留下来的丹液也是炼药的绝佳材料。
硬啊！那像这种，是不是就是妖兽的内丹？让我看看。这难道是？为什么浑身发热？不行，这种感觉便宜了，你这小子！忍不住了。日月无时休，黄昏来煮粥。心已无欢，又是几度春秋。山水故自流，清风伴左右。尘世也不过花间一壶酒。独坐山断岸，临风望水南。不觉存云若念动情过半。根根青丝乱，声声旧曲满。仗剑天涯，总是豪情相伴。少年不识愁，笑谈着风流。万千景色风光自在心头。又见残叶落，荒唐一场。你要说到什么时候？再不走就晚了。过了多久？数个时辰吧。不好，禁地快要关闭了。刚刚那个毒蛟的野囊，没想到这居然是只罕见的公蛟。任何雌性一碰到它，都会使它散发催情的毒物。我是什么人，想必你也清楚。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只是一个错误而已，就当是一场梦罢了。我知道了。这箱子里的东西我拿走了，你没意见吧？那这些药草我可以……你都拿走吧，那些对我也没有用处。天灵玉髓枝，还有这么多没有见过的药草。还真是个奇怪的小子。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出去啊？若我们的事有第三个人知道，你知道后果的。听清楚了没有？我不会和别人说的，我会守口如瓶的。日后你若遇到危险，韩立一定前来帮你。你以你练气期的修为，能保护我吗？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师祖，我们还有半日就到金谷园了。进来吧。
禀师祖，门内追查了1年的轩辕师叔还是杳无音信。从魔道俘虏的证言看来，他应该是畏罪潜逃了。门内已经停止搜寻工作，下发了7派通缉令。他倒是藏得深，不惜坚守自盗，当真是人为财死。知道了，你下去休息吧。是。看来，这里以后也要成为前线了。不知道这些低阶弟子打完这场仗还能剩下多少？南宫师叔，家师理化园有请。陈师姐。韩立修为尚浅，更兼资质低劣。虽然以伪灵根侥幸筑基，但要是真有什么紧急事态，怕是反而会拖了你们的后腿。这客卿一职，恐怕不能胜任。这些灵石，还请师姐收回吧。韩师弟，再考虑考虑吧。3年间，只要为家族出手1次就行。3年期满，还可以。怎么是他？韩师弟，那位偃月宗的前辈，好像是当年升仙大会上给我们测灵根的结丹期修士。啊，陈师姐，这灵石你还是先收回去吧。陈师姐，韩立即刻就要出发，执行师门任务，就恕不远送了。南宫婉，他也在这艘船上。哼，不生气，我才不生气。那个小子在哪里，做什么，和谁见面，与我有什么关系？
最近是不是零食吃的太多了？得控制一下了。果然还是不能轻饶了他。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只是一个错误而已。若我们的事有第3个人知道，你知道后果。他不会真的要杀我灭口吧？这阵法虽然还不完整，但应该还可以抵挡一下，这样就安全多了。一会儿在元武国下船吧，去找找齐云霄。这个颠倒五行阵，他应该改建完成了。再看看他能不能修复那个上古传送阵。合欢散、夺魂香，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丹药。这是定颜丹，容颜不老，青春永驻，这还有点意思。炼来试试。韩前辈，京城还没到呢。啊，韩立另有任务在身，就先告辞了。哦，对了，我有遗物，请帮我转交给南宫前辈。禀师祖，那人下船了？是的，师祖，他在元武国下船了，不过留下了这个。哦，什么东西啊？禀师祖，是一枚丹药，他说叫定颜丹，让我一定转交给您。定颜丹？他竟敢拿这种东西来糊弄我！他什么意思啊？嫌我老吗？算了，迟早打死他。把那什么丹药拿过来吧。这件事情不许跟任何人提起，尤其是师姐。是。再帮我拿些点心，要带馅儿的那种。是。
这件事情也不许跟师姐说啊。是。禀师祖，少战传来消息确认，昨日黄风谷陷于魔道之手。伤亡情形如何？可有确切消息？灵狐老祖好像带领核心弟子撤离，但结丹修士里化缘战死，洪福修士出走，可以说是元气大伤了。李道有言，没想到才数月不见，已是天人永隔。那些筑基和炼气系的弟子怎么样了？有些伤亡，他们是分批撤离的，其中有一组是洪福修士带领的，但遇到魔道伏击，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你说，全军覆没，没有生还者？好了，你下去吧。另外，我要闭关修炼一段时间，这期间没有我的准许，任何人不得出入我的房间。是，师祖。韩丽，你可别这么轻易就死了。黄风谷，待到今年枫叶红时，这些战火的痕迹恐怕也会消失了。这里已经被魔道占领了，还是得小心行事，找找那家伙留没留下什么线索吧。师姐，这里是化缘师弟刚入门时，我们几人常来采药倾谈之处。他这个人最念旧，如今回到这里，想必心里也是欢喜的。以后又少了个可以一起饮酒的朋友。偃月宗的醉仙露是他最喜欢的佳酿。师姐接下来有何打算？听闻黄风谷众人已经去了九魂盟。我现在就是一介散修，魔道也好，黄风谷也罢，那些旧事与我再无瓜葛。只是答应过化缘师弟，他的几名弟子，我总是要照拂一二的。现在最得他器重的小徒弟韩立下落不明，
我准备前去寻访一番。啊，那个韩什么的，就是那个看上去有点呆，但是实际上很有心机的小子吧？之前去京城，他还乘了我的船。原来师妹也见过他。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的是。这孩子看上去相貌平平，资质一般，但不知怎么的，总觉得他有些与众不同，运势也极好。之前轩儿和他一起去燕家堡，回来后就对他念念不忘，我一度还担心，别成了他的心魔。哦，还有这回事啊！看来真是人不可貌相。不过都是些小儿女间的事罢了，现在说这些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只希望这小子像往常一样，能有保命的手段吧。既然是李师兄的愿望，不如我也帮师姐找找吧。眼下宗门正在和魔道议和，战况相持，我也没有其他事好做。这点小事不敢劳烦师妹。现在虽然战事稍歇，但魔道依然猖獗。师妹的本领我自是知道的，但毕竟你旧伤未愈，还是要多加小心才好。师姐不必担心，我自会谨慎行事的。此人去向何处，可有线索？之前化元师弟的弟子宋蒙和钟卫娘曾见过他，说韩立提起过，要去元武国。元武国？此处已是魔道附体，远离前线，戒备不算太严。看来那传送阵还未被发现。
好像是偃月宗的南宫前辈，是师父和李师叔的朋友。前辈受伤如此之重，还能重创鬼老，不愧是偃月宗的高人啊！都是因为一路找韩立这小子，可恶！他倒是燕家堡就地做什么？小辈，你们穷追不舍，真的要找死吗？前辈言重了，这要是放在平日，晚辈自是不敢。但前辈今日来的，可是我鬼灵门腹地，想必是有要事。不如请前辈到门中喝杯茶，说给家父听听，也好让晚辈略尽地主之谊。哼，没兴趣，没心情，没时间，不想死的就赶快滚。可惜前辈身上有伤，那就劳烦两位护法大人了。这个女的好像在哪儿见过，难道是内时的？哼哼，上钩了，是条大鱼。不会吧？那个是炼气期，这个可是结丹期的怪物，而且还涉及那个人。还是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趁此机会，带上一半的人，穿过树林，到前方山崖包抄，断他退路。是。我也去。是他，南宫婉。他来这里做什么？可恶！明明已经近在咫尺了，偏偏赶在这个时候。活得久了，就愈发觉得这世上有些东西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罢了罢了，算我欠你的。取欢，等我。
晚辈是黄风谷洪府的弟子董轩儿，见过师叔。董师侄，你怎么和这些魔道妖人在一起？说来话长，师叔还是请随我们走吧，只要能解开此次误会就好。现在贵派正与六宗和谈，轩儿可以保证师叔的安全。哼，所谓和谈，不过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罢了。正邪不两立，魔道为了一己之私祸乱天下，侵人家园。我平素虽不喜争斗，但那些好友同道们的仇，却不能不理。今日在此了结吧。前辈的本命法宝已经受损，这剑招虽厉害，也很消耗真元吧？我们这么多人，前辈砍得过来吗？这又疯了，那是要人拿命去填呢。且慢！这位仁兄好手段啊！竟然不声不响地潜伏在我这不成器部下的队伍里，阴魂不散的，怎么到哪里都有他？这位前辈，在下与此人有些渊源，不便应对，劳烦前辈与他应对。竟然是他，我可不能让他知道我是来找他的，这太羞耻了。好。让这些人都给我让开！轩儿师妹，平日里碰上七派余孽，你避之不及，从不出手。我说今日怎么如此积极莽撞？难不成你是有意被人挟持？王禅，你胡说什么？幸亏少主机灵，险些让小姐骗了过去。好了，闹也闹够了。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等抓到这人，一查便知。这位前辈，还有这位不愿真面目示人的朋友，你们就死心吧。此人狡诈，不好对付，只能分头跑了。他们的目标是前辈，还请前辈先走。我带着这位师妹，他们不敢怎么样的。筑基期不善遁法，你可有逃生之道？向西南方跑，那几个修士是合欢宗门人，他们不敢伤我。得罪了，给我拿下！硬的，别暴露了身份。西行百里，我等着你，别带尾巴。这是什么烟雾？竟能一时干扰神识！可恶！到嘴的鸭子飞了！方圆百里，给我搜！是。
总算可以换掉那身衣服了。刚才他穿心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附近了。有了，在这儿。这是某个修士曾经居住过的洞府吗？好像有段时间没人来过了。这是怎么回事？好大的吸力！功力在流失，不行，你别靠过来啊！喂，南宫啊，你快醒醒，这样不行！别跑得这么近，没法呼吸了，快醒醒！不行，这靠你了！倒是来点有用的呀！李思刚，阿芷，怎么还有人呢？不行，再这样下去要被吸干了。罢了，当时得到好处，其实就都还给你吧。他身上怎么毫无灵气？糟糕，之前受伤太重，真元受损，疗伤期间竟然昏了过去。看来是轮回真诀自行发动方式，只要被人触碰，便会反噬吸取法力。看样子，他是真的想为我晕魂补伤，没想到反倒被吸了全部法力。那时的戏言竟然成真了。
不过这结果也不知道算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我叫张铁，他叫厉飞羽，你叫什么呀？我叫韩立，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在下韩立，我有黄风谷的升仙令，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我叫南宫婉。谢谢你出现在我微不足道的生命里，还是你能带我走吗？我们离开这里，无论去哪里都可以。活得久了，就愈发觉得这世上有些东西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这是梦吗？好像啊。炼气劫，怎么回事？我的法力呢？你醒啦？南宫婉，我好心救你，你为何吸我全身法力？南宫婉，你是说我堂姐？你不是南宫婉？我是她的堂妹，南宫平。哦，你就是黄风谷的那个小混蛋。你的事情，姐姐都和我说过了。说，他全跟你说了？是啊，全说了。你的各种无耻行径，简直是罄竹难书。最过分的是，你竟敢送给他什么定颜丹？怎么，还拐弯抹角骂人老吗？我听到此事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跑去黄风谷将你抓来，切碎了喂灵兽。所以前辈今日就恩将仇报，吸了我全身法力。哼，你这是恶有恶报，自己结下的因果，怨得了谁？这次给你留点教训，让你以后再充什么豪杰，学人英雄救美。这一家子人的性格怎么都这么一言难尽？不过他说的也对，以后可不能贸然行事了。前辈既是他的堂妹，那晚辈此番所为也算是投桃报李了，前辈无需多虑。只可惜晚辈修为尚浅，这一身微薄法力皆付流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复。不过嘛，你也不完全是一无是处，行事还算机灵。虽然昨天是把我当成了堂姐才出手，但好歹也算是助了我，这个人情
日后还是要还你的。谢过前辈。总算是没有性命之忧了。虽然境界一时跌落至炼气期，但这也正好与三转重元功的效果暗合，算是歪打正着。不过还要如此再重复2次，才有顺利结丹的把握。这位南宫前辈也真有意思，随身还带着锅碗，还有各种珍稀食材。我这是有多久没自己做过饭菜了？还真有点怀念齐玄门那段日子。这个小混蛋，又趁机占我便宜。要不是看他法力全失，我真的……算了，他师父不在了，门派也回不去了，也是个可怜之人。南宫前辈，这是灵米、灵泉和灵植熬制而成的补气羹，还请趁热吃吧。世人皆道我们修士不食人间烟火，整日餐风饮霞。殊不知这灵米、灵植依照象性调配，再以控火之术缓缓熬制，才是真真正正的世间美味。可不是，没想到你这小子还会做饭，看来平日没少开小灶啊。前辈吃得满意就好。好了，说说吧，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既然不是南宫丸，那传送阵的事，还是先隐瞒一下吧。经此变故，黄风谷是回不去了。晚辈此前得知，此地有个灵石矿场已被魔道控制，但手背薄弱，原本想取些不义之财，远赴他乡，寻觅青山秀水，静心修炼。只是这样一闹，动静有些大了，多半怕是难以成行了。哦，这是跟我讨要好处呢。也罢，看在他此前还算仗义，就给他个机会吧。虽说是不义之财，但此处乃魔道腹地，还是莫要以身犯险了。这样好了，给你2条路选：一是我给你一定数量的灵石和修炼资源，来弥补你修为上的损失和此前出手相助的因果；二是
二是，你与我一同回偃月宗。和前辈回偃月宗？别想歪啊！我是说，让你拜入本门其他结丹修士门下，尽快恢复原来的修为。偃月宗传承1000年，许多秘术可是向不外传的，神妙之处，外人根本无法想象。昨天吸取你修为的功法，就是其中一种。而且，说不定还能结识些青春靓丽的师妹呢。条件如此悬殊，难道他故意让我选和他走？可是这样一来，岂不是又要寄人篱下？怎么样，决定好了吗？想好了，谢前辈好意。但是晚辈闲散惯了，还是选灵石吧。至于修为，晚辈会自己想办法恢复的，就不劳前辈费心了。这么多，这些应该足够修复传送阵了。没想到这位南宫前辈出手这么阔绰，谢过前辈。好了，现在即使再说改主意也晚了。既然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我也不强求。希望你日后不要后悔今日的决定。晚辈醒得了，既如此，晚辈就先告辞了。你这就要走了吗？也罢，你现在法力大减，怕不是那些魔道修士对手。待我先出去杀他一阵，引开他们注意，你再自行离去吧。谢前辈。不用谢，我只是不想留下因果影响道心，才不是为了帮你。防护做得不错，看来你的保命手段还真是不少。前辈见笑了，此阵乃晚辈一位友人之作。哦，观此阵有困敌、遁术等诸多变化，着实不错，就是缺了些杀招。你这位友人，多半是位不喜杀伐的姑娘吧？小子，我走了，后会有期。此间事了，我也该走了。这丰源国仙凡混居，资源本就相对匮乏一些。譬如此前那城寨，便是先遭邪修洗劫，后又遇上木兰人，结局便是十不存一了。遇到此情形，我们会庇护救助，施以援手，这便是我们为自己定下的使命了。师伯高义，韩礼佩服。但若是再遇到元婴级别的木兰法师，又当如何？其实我们之中也有元婴修士坐镇，就是适才跟你提过的偃月宗的旧师。偃月宗？是。我与你师父在七派当中有2位共同的好友，一位是清虚门的浮云子，可惜为了救魏娘和宋蒙，不幸死于魔道之手；另一位便是适才跟你说过的偃月宗的南宫道友了。他可是天南之中少有的不到300岁便结成元婴的修士，为人最是嫉恶如仇。此前听说你们被魔道追踪，下落不明时，他还曾亲赴魔道腹地寻找。
不过看来是没有遇到你了。南宫婉，是他。就没有什么南宫平，是吧？韩立。不瞒诸位，其实这位南宫婉确实与我相识。韩立当年受过他不少恩惠，奈何实力低微，无以为报。如今又提到他名讳，难免心中有愧。原来如此，不过他向来就是喜欢助人不求回报的性子，如今结营成功了，更是不惜大耗心血资助我们，才能让我们在这偏远的风源国立起这庇护之所。说的是。那这位南宫道友，如今身在何处啊？我应当去拜会一番，以全当日相助之恩。那韩师弟，你可得快点了，3个月后他就要与化翼门的魏离尘长老举行双修大典了。若是去晚了，恐怕就只能讨杯喜酒喝喽。双修大典，化翼门向来指九国盟牛耳，其宗主便是天南3大修士之一的魏无涯。这魏离尘乃是魏无涯视如己出的子侄，以堪堪300年结成元婴，可算是天南年轻一辈中少有的奇才。此2人门第修为资质相当，此番结成道侣，已然成为九国盟修仙界的一段佳话。届时各方势力齐聚，定会办得十分隆重。若我们的事有第3个人知道，你知道后果的。听清楚了没有？我不会和别人说的，我会守口如瓶的。日后你若遇到危险，韩立一定前来帮你。你以你炼气期的修为，能保护我吗？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不过，这位南宫前辈也是有意思，以前还经常来帮我们镇场子。不想传出婚讯之后，得有小半年都没有来过了，连传信都没有。师伯与他交好多年，连喜帖都未曾收到。南宫婉，骄傲如你，怎会接受这种明显的联姻？还是说，韩师弟啊，想那么多做甚？若有疑问，见面问清便是了。如今你可是堂堂的元婴修士，这偌大的天南，何处去不得呀？说的是。看来是时候去见上一面了。那便去吧。北凉国玲珑山。纵使是宗门联姻，作为多年老友的洪福也不至于连喜帖都没有。这其中必有蹊跷。南宫婉啊，南宫婉，想不到你贵为元婴修士和一派太上长老，也要受此摆布。看来促成此事的幕后之人，颇有一番手段呢。会是那位魏无涯吗？
还真是挺会吃的。哎，主人，我已探听清楚了，此人呢，便是负责山下采买糕点的外门管事。若是要混入山门，以此人的身份遮掩，最为稳妥。不过话说，这偃月宗欺人太甚，主人，我们去砸场子救人吧。哎，毕竟是别人的地盘，看情形再说吧。不过若是此事真有隐情，那便到了履行我当日承诺的时候了。这要是能像画本里那样，大婚之日，主人当着偃月宗华夷门还有9国盟的一众元婴修士，神兵天将霸气登场，堂堂宣称这是我的道侣，然后放出什么虫子呀、猴子呀、神雷呀、飞呀，再带上南宫仙子大开风雷时，在众人的惊呼声中，噗一下遁走千里，徒留那魏离尘在原地捶胸顿足的，那主人可就名震天南了。名震天南呐，自绝于天南还差不多。你当那魏无涯的面子是纸糊的，随便谁都可以踩一踩。以后可少看见画本吧，会变笨的。就知道主人不会这样做的，那人家想象一下还不行吗？不过，若是能趁着那魏离尘离开宗门时，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他消失掉。不是吧，不是吧！我就随口一说，他竟然真的认真考虑了。完了完了，不行不行，我就是开玩笑的。主人，你冷静一下，咱可真不能这么做啊！不过让一向谨慎的主人如此乱了方寸，这南宫仙子不知是何等人物啊？谁方寸乱了？休要胡说！眼下还是先登上这玲珑山再说吧。怎么了？没事，就是觉得玲珑山这名字还怪好听的。